无人机已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们的技术变得越来越先进，而且销售量每年都在增长，价格最低的甚至只要1000多，所以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对空中摄影感兴趣，因为只需要使用无人机在高空俯拍，他们很容易就能拍到一些令人惊叹的视觉大片。第10名，巴西千湖沙漠。你曾幻想过在沙漠中游泳吗？千湖沙漠位于巴西东北部，这里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平凡无奇，但每当雨季来临，沙漠中就会形成几千个大大小小的湖泊。随着高温暴晒和旱季到来，湖面就会逐渐缩小，然后消失，待到次年的雨季周而复始。在这片一望无际的沙漠中，布满了许多蓝色绿色的湖泊，就像是巴西盛产的祖母绿宝石，散落在柔美的沙滩上，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另一个星球之上。然后不得不叹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虽然是沙漠，但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当地的年降雨量能达到1600毫升，但水渐渐聚集，并被阻挡在地下不渗漏的岩石上，由此产生了不同颜色的细湖，也就有了眼前的沙水并存的独特景观。许多来到这里的游客都表示，这简直就是一场异星球之旅。在这里，你随手一拍就是顶级大片，极大满足了摄影爱好者的需求。怎么样？你是否也想来这里一探究竟呢？第9名，张家界地貌。这种神奇的地貌令人难以置信。它位于中国张家界森林公园，也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地貌是砂岩地貌的一种独特类型，它是由石英砂岩为沉积母岩，以流水侵蚀、重力崩塌、风化等多种作用力形成的以棱角平直的高大石柱林为主的地貌景观。1992年12月，张家界森林公园因奇特的石英砂岩大风林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经国际学术界认定，这种地貌被命名为张家界地貌。也就是说，此后凡在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发现类似张家界石英砂岩风林地貌的，都可统称为张家界地貌。在张家界世界地质公园区中心范围内，集中分布了3100多座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风柱，风柱高几10米至400米。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震撼。张家界地貌也因此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山岳景观之一。第8名，卡拉恰伊湖。如果你想选购一处湖边别墅，那么俄罗斯境内的卡拉恰伊湖畔绝对不是理想之处，因为这里在上世纪90年代，每小时核辐射就高达600伦琴，足以使停留者丧命。从1951年开始，该湖被用来向附近的马亚克工厂倾倒放射性废料。该工厂为苏联的核弹项目制造部，在26公顷面积的水体中累积了1.5亿桶长效放射性废物，这比切尔诺贝利数值高出5倍。在1957年的恐慌之后，工厂当局开始更加小心地处理废料。据俄罗斯科学院称，任何放射性尘埃的扩散都可能使该地区2万人丧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卡拉恰伊湖的水位已经下降，有可能暴露其放射性。自1980年以来，湖水逐渐被混凝土填满，以阻止任何出水。2015年完全密封。现在俄罗斯政府已经准备了1300亿卢布预算，用于监控该地点的异常。除了无人机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看到这里的景象。第7名，退休男人无法拒绝的诱惑。不知道大家在街边有没有看到过这种现象？几位退休大爷三五成群，背着手站在路边的工地旁，陶醉其中无法自拔。他们起早贪黑，风雨无阻，
就算是铁丝和钢板，也无法隔绝他们的热情。在真爱面前，什么都不再能够成为借口。退休男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看工地呢？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人类学未解之谜。一位意大利作家甚至为这种现象发明了一个新词，特指那些花时间观看建筑工地，尤其是道路工程的退休男性。双手紧握，背在身后的姿势是他们的特征。与此同时，他们还会自发地讨论，并且主动向工人提供一些可能看起来没什么用的建议。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沉迷于工地，但无人机拍到的这个惊人画面，绝对能让这些人大饱眼福。几十辆卡车同时施工项目完成后，这片干旱的土地将获得惊人的绿色景观和一片整齐排列的摩天大楼。第6名，大地之子。中国甘肃的大沙漠之中，有一个沉睡的婴儿，被人们称为大地之子。它是人们在旅游时不会错过的景点之一。整座雕塑长约15米，宽9米，高4.3米。婴儿趴伏在戈壁滩上沉睡，就像是趴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之中。走近之后，人们就能感受到雕塑带来的震撼。大地之子雕塑是由清华大学的董树斌教授与德国美术协会共同建造的。它不像其他雕塑一样采用光滑的材质制造而成，而是使用了红砂岩为主要材质，辅以 3D 技术建造而成，并且整个雕塑都是自费完成，最后无偿捐赠给了当地县政府。制造这个雕塑主要目的就是呼吁人们注重保护环境，所以在建造的时候使用的材质都是环保材料，而且对于当地的环境也没有造成多少破坏。婴儿本身就有着新生的意味，但是周围荒凉的环境却与婴儿这含义格格不入，更让人们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不要为了发展工业而过多破坏环境。第5名，极光。极光是在高纬度，也就是北极和南极的天空中带电的高能粒子和高层大气中原子碰撞造成的发光现象。瑞典、挪威、芬兰、冰岛、阿拉斯加、格陵兰岛以及俄罗斯的北部地区都是看极光的大户。据统计，每年平均可有243夜能见到极光，吸引了无数极光追猎者。其中北极圈内的拉普兰地区进入12月后便开启极夜模式，尤其适合观赏极光。黎明前的天空出现一道微弱光雾，迅速明亮起来，稍后就有唾液着红色光芒的黄绿色湖光形成，五颜六色，绚丽壮观。这种盛况将一直持续到来年3月份。瑞典的阿比斯科极光天空站据说是全球最佳极光观测地位，于海拔900米处极少受到后云层的影响，拥有得天独厚的极光观测条件。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自然界创造的最丰富多彩的光影表演之一。虽然我们绝大多数人都难以亲自前往，但得益于现代科技的发展，你可以通过观看这些无人机录像大饱眼福。第4名，大堡礁海龟。无人机为科学家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月海龟以软骨和脂肪的颜色命名，大多见于热带和亚热带水域，并在它们出生后约35年的时间里，在觅食的和海滩之间长距离迁移，在那里它们做幼龟逐渐成长。这种海洋生物由于遭捕杀和被过度挖走埋在沙滩上的龟蛋，以及失去海滩筑巢地和被困在捕鱼设备如废弃的旧渔网中，目前被列入濒危物种。澳洲昆士兰省环境科学厅的研究团队2020年6月10日公布了一段无人机航拍影片，成千上万只绿海龟正聚集在大堡礁边缘的海水中，准备爬上沙滩筑巢产蛋繁育后代，场面相当壮观。
航拍画面显示，全球最大的绿海龟群出现在雷恩岛海域，湛蓝清澈的海水中，挤满了密密麻麻的绿海龟，它们都准备要上岸产卵。经过统计，在这段航拍视频中，竟有多达 6.4 万只绿海龟，比传统方法计算的数量高了 1.73 倍，这让研究团队相当震惊。不过，受到种种外在环境因素影响，孵化的状况并不如预期。第3名，冰岛岩浆奇观。在沉睡了超过6000年后，冰岛雷克雅内斯半岛格林达维克镇附近的法格拉塔尔火山在2021年开始了长达6个月的喷发，虽然之后又安静了一段时间，但在第2年的8月3日格林尼治时间13点18分，这些地质巨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活跃。随着地质活动的持续进行，火山口不断喷出橙红色的岩浆，最高可达70米。这幅冰与火交融的华美乐章，造就的难得一见的景象，吸引了大批游客。他们不惜沿着峡谷中崎岖的山路徒步数小时，只为欣赏这一奇观。当地旅游部门表示，在1周多的时间里，已有超过 2.3 万名游客慕名而来。仅8月11日当天，就有4200名游客徒步来到这里，观看火山喷发的景象。摄影师布伦特·邓练用无人机拍摄到喷发过程，并将视频发在 YouTube 上，收获很多网友点赞。有人说既恐怖又美丽，有网友调侃道：“大自然母亲知道如何打嗝。”还有网友称赞这是最美的喷发画面。第2名，三金岩。三金岩又被称为遨游在森林里的巨鲸，它位于泰国东北部，距离首都曼谷751公里，是3块7500万年前就已形成的岩石组成，因俯瞰时长得特别像3头正在遨游领海的大鲸鱼而得名。但在这3头大鲸鱼的顶端，可以把整个湄公河的海滩，甚至老挝的森林尽收眼底。当然，在到达顶峰之前，人们还需要徒步穿越森林。另外，据国家地理杂志透露，登顶鲸鱼背部共有9条徒步路线可选。在徒步途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瀑布、植物和动物，还能享受森林的静谧和大自然给你带来的内心平静。这个美妙且让人惊叹的景观，带给人的疑问是：这是否是人为造物，或者说，如果是自然形成的，那它们又是如何形成这样的形状的？大多数的科学家都同意它是自然形成的形状，并且认为这个过程至少花费了数百万年。第1名，泰山云海。泰山又名岱山，总面积 2.42 万公顷，主峰玉皇顶海拔有 1532.7 米。泰山云海是泰山特有自然奇观之一，一般出现在大气层级较稳定的冬季和雨雾较多的夏季。在雨后出勤，大量水蒸气上升至海拔1500米左右时，泰山之巅就会云海翻腾，犹如海浪般吞没远处的群山。这种绝美云海绝对是一场视觉盛宴。有人立于山顶眺望远观，看着云海缭绕的群山和汹涌翻滚的云海，全身的疲惫也随之消散，如同身处仙境。日出时分的泰山云海要更加壮观，随着旭日发出的第一缕曙光，撕破黎明前的黑暗，东方天幕由漆黑逐渐转为鱼肚白红色，直至耀眼的金黄，喷射出豌豆霞光。最后一轮火球跃出地平线，腾空而出，在瞬息间变换出千万种多姿多彩的画面。如果喜欢本期视频，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我们下期再见。